Hello， 各位云人家的家人们，今天第158次搬家旅行，带大家到哪里玩呢？我们今天在新竹的文生之来露营区，干杯！这是我第2次来了。今天为什么来这里？因为从我们家出发来这边的话，只要1个小时有10分钟，非常非常的快速。那我上次呢是搭在 F 区，然后这次呢我来到营区的时候，我临时跟营主就更换了1区，因为我上次经过的时候，我觉得1区好漂亮。那不过呢，我今天后方是有路由的，所以我讲话要很淑女，我们要小声一点，不要打扰到别人。那老规矩，帐篷设置完之后呢，我已经先把柴炉架设好。那今天的木头呢是跟营区买的木头，感觉上它好像油脂比较多，然后好像也有一点点比较潮湿，所以很努力的把它点起来了。一样，我们先来准备午餐，然后再设置睡觉的地方，开工咯。今天的木头真的非常非常的湿。那在等烤乐牌的同时，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营位配置吧。我今天搭在文生之来的E2区。那这个木头呢，一袋10公斤，300块，是跟营区买的，浓浓的烟。然后我今天一样搭金字塔帐，现在徐徐凉风吹来，还蛮舒服的。这是最近很喜欢的一个配置，对，小钢桌，然后折叠桌，烽火架，后面柴炉。接下来的季节，柴炉可能就要休息了，到冬天的时候再出现，那可能就会换新的柴炉了。毕竟这个也便宜啦，几千块而已，用了那么多次了。然后后面一样是行军床。然后因为烟有点大，所以睡袋我晚一点再拆。那刚刚来的时候呢，是有一点点热的，所以我把金字塔帐的窗户全部都打开。这个乐牌好香啊！
这个是我在 Lopia 买的猪肋排，哇呼，哇，啊，好香哦，哇，很烫。我真的没有业配那个蒸烤箱，它是我在淘宝上面买的，保证无业配。有没有发现最近影片啊，我会放一些产品的链接？那其实这些产品呢，它也不是业配，只是刚好就是那个 YouTube 它现在推出一个分润的机制。如果我们在影片中带到的商品，那刚好它在网络上，例如虾皮有贩售的话，创作者呢可以去连结那个产品。对，所以如果你们看到呢有兴趣的话，你们也可以点进去参考一下，那我就会有微薄的分润。这个很好吃那个 Lopia 的肋排，但我好像烤的有一点点干，它本来就已经是熟的，我只是把它复热而已。可是它油脂还是很多好好吃。像 Lopia 然后卡乐迪里面都有蛮多很适合就是露营可以带的小食物。对，那像这个肋排呢，它本身就是熟的，我们到营区只要把它复热就可以吃，真的很赞。如果我不要烤这么久的话，应该更好吃，因为毕竟是复热，我刚刚加热的时间有点太久了，它调味也刚刚好。其实我今天一直在犹豫，就是要不要来录音。那为什么会犹豫呢？就是我下个礼拜跟下下个礼拜都没有办法录影，因为下个礼拜要去福冈。就是这支影片上的时候呢，我人正在福冈，然后在下个礼拜因为公司有活动，所以就不能去录影。那挣扎的原因是呢，就是其实开山路很远的话也蛮累的，然后所以最后我就选择了曾经来过的文生之来露营区，真的很近就如果你随时想出发，平日啊，因为这边假日非常热门，如果你随时想出发，随时真的就可以出发，而且超近的，它下交流道没多久就到了，然后你就在关西市场啊，或者是关西的那个全联买一下今天要吃的东西，就可以快乐的来到露营区。好赞哦！这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它里面呢还有微活的青菜，推推。这边呢也是1区，不过这是车子无法抵达的地方，好美哦。苹果派呢还在烤，本来有点懒得带大家去导览营区的，反正坐着也是坐着。那我们去看一下 F 区吧。然后它文生之来其实很大，不过另外的区域呢，在营本部前方是需要开车去的，那我们就不特别去参观喽。前方就是我上次搭的 F 区。
这一区也很漂亮，这里好像有 F 区跟 F2 吧。那这里啊有车速的位置，也有非车速的位置，所以呢，大家在定位的时候，可以在赖上面稍微咨询一下营主。F 区呢，今天是有路由的。这一区是这个白千层的树。悲剧了，我在起酥苹果派，它超回答了。因为我刚刚用瓦斯炉直接加热烤箱，然后温度整个太高了。好啦，看样子还是不能照进，但是我们也不要浪费，把上面的苹果吃掉吧。哇，时间过好快，一下子就天黑了。我们呢要来准备晚餐啦。我觉得这次来文生之来比上次来舒服，因为我上次是好像没记错的话是9月，对，是秋天，然后当时的天气真的比较热。那现在是3月中嘛，就是春天刚开始，然后还有一点点的微凉。这个气候呢，来到这个低海拔的文生之来，不会很冷，然后也不会很热。那现在太阳渐渐下山之后，就还是有一点点冬天露营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海拔很低的露营区呢，基本上我觉得可能春天跟冬天吧是比较适合的，然后夏天跟秋天大家还是要慎选。虽然它像1区，然后跟我上次搭的那个 F2 区是有疏影的，可是基本上温度就是在那里，对，所以即使是有疏影的情况，也没有办法到很凉爽。那入夜之后当然就不一样了，可是现在是春天，真的很舒服。好，我们来准备晚餐。今天晚餐呢，吃个快速的酸辣虾汤，开煮。今天的晚餐真的非常的快，有效率啊！因为今天用瓦斯炉，然后加这个先德曼的锅具，它导热很好。哇，这个啊，好香！这是在卡乐迪买的哦。我们一般煮那个泰式酸辣汤，不是要很多香料吗？那它就是一个泰式酸辣汤的即食包，里面还有加椰奶，真的很香。然后我在里面呢放的海鲜料比较简单，是鱿鱼片，然后还有虾子，这个
你也可以放鱼啊，对，把它当做那个泰式酸辣汤的火锅汤底也可以。在里面加了很多的香菇，哦，这个汤真的很好喝，又快速。等一下，我们来喝一个新的酒。我那天去罗比亚买的是苹果气泡酒吧。啊，我头发好大一包。等一下要自己剥虾了。你们知道什么虾最好吃吗？对，没有错，别人剥的虾。今天没有别人可以剥虾，今天要自己剥虾。哦，先捞起来，不然等一下抬汤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可以用这个捞。这个是那个韩国的那个不锈钢收纳盒，它很方便。我现在都会用它来把一些食材做归纳，然后这样子呢，冰箱的空间反而是更充裕的，可以放更多的酒。然后也比较不用担心，就是那个冰箱里面东散一块西散一块这样。它本身也是也是厨具，对，也可以当餐具，也可以当厨具，然后就是收纳，而且它的那个盖子啊，非常的密封，真的是不太会漏出来，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它还蛮值得推荐的，不管是在露营的时候啊，还是在家里这样。好，那为什么我要把它捞出来呢？因为我今天要尝试一个新的泡面，没有吃过，听说很好吃，它叫银多面，大家有吃过吗？我们来加进去试试看。第一次吃，还蛮香的，在拌的时候，它小小一碗，好香哦！因为第一次吃的关系呢，我是把所有的酱料 all in， 它是属于那种重口味的干面。真的还蛮香的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大干面。哦，蛮咸的，没关系，我们喝点啤酒。开心酒，这个也是在罗比亚买的，好香哦。它是苹果气泡酒，是甜酒，女生会喜欢的。但是呢，它的酒精浓度只有3%，是女生会喜欢的甜甜的酒。我们等一下可以把它拿来调那个角瓶，我觉得它调角瓶应该也蛮好喝的，因为它就甜甜的嘛。先盖起来。怎么会？其实我真的不是酒鬼耶，但怎么开心酒这么开心呢？是怎么了？好令人愉悦哦。
调了一杯。这样好像有点黑，这样灯拿过来。这是苹果气泡酒加 whisky， 好喝欸。还是带着有那个苹果气泡酒酸酸甜甜的香气，然后再加上那个 whisky， 这个推荐给女生。哇，好饱哦，刚刚的晚餐。我们现在来发呆好了，等一下再去洗澡。我发呆了几秒钟。这个真的很好喝。宵夜时间，其实也不算宵夜啦，就是刚刚没有吃完的那个虾子，我用起司啊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高热量的食物就是会让人这么开心。等一下吃完我要去洗澡。好好吃，真的。而且因为刚好用这个仙德曼这个不粘锅，所以其实我一滴油都没有加，但是因为起司本身就是也会产生一些油脂嘛，所以它完全不粘这样子。好好吃哦。大家下次可以试试看，就很像是海鲜披萨，然后没有面包的感觉。我洗完澡啦，我觉得文生之来露营区的卫浴真的是不会叫人失望。然后正常情况我是应该会洗头的，因为它的热水非常好洗。但是呢，你们也知道长头发吹起来很累，然后我刚刚就是发呆到将近11点才去洗的澡，所以我就放弃洗头这件事了。不过它的热水真的是稳定，然后又好洗，然后同时呢，居然还有提供就是沐浴乳跟那个洗发精，棒棒的。对，给英图按个赞。然后文生之来真的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。那今天帐篷里面的温度一直都爬不太起来，因为那个虽然有烧柴炉，可是就是因为木头有点比较潮湿，所以它其实会有烟的情况。然后再加上就是在加木头的时候，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反烟的情形，所以我就把帐篷的门是一直都开着的。那
帐篷的温度就一直都爬不起来，所以里面是有凉意的。那不过没关系，我一样有带内忧暖炉，它是我那个冬天露营的保命神器，一定要带它的。好啦，那虽然已经是春天了，可是大家露营的时候还是要记得保暖啊。刚刚宵夜也吃了，所以现在就不吃宵夜咯。我们就明天早上见啦。家人们早安呐！哇，好舒服的天气。春天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露营的天气。我们今天的早餐是这个明太子法国面包。哦，自从用了这个蒸烤箱烤面包之后，好像回不去了，因为它烤出来的面包就是真的酥酥的，很还原面包原来该有的样子。然后这个是起司的，好好吃哦。昨天在文生之来睡了一个晚上，真的很舒服欸，在那个松树还是杉树啊的下面。然后我昨天看到一个留言，他说为什么你去的文生之来跟我去的不一样？因为文生之来这边其实是有很多区，然后有一些区域的话它是没有树，然后有几个区域它是有树荫的，所以呢大家在定位的时候可能要稍微看一下那个营区的介绍图。然后我这次搭的地方是在E2区的位置，然后其实E区有好几个，就是昨天有带大家看嘛，它有一些是没办法车子停在帐边，然后是要搬装备，可是它的树林就更密集，但它离公共卫浴就会比较远一点。那 F2区呢，就是我上次搭的那一区，它是那个白千层树，然后它是一个比较平面的，对，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。那我觉得文生之来对我来讲最大的优势啦，应该就是交通距离非常的近，然后而且因为我是平日露营，因为这边假日真的也是非常的抢手，好舒服哦。那个小鸟的声音好可爱哦。然后现在在树荫下，我们来吃早餐啦。又是干燥撤收的一天。我们呢这一次在文生之来露营区，这是第2次来。那这次搭在E2区，这次的天气跟上一次天气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上一次呢是秋天，所以呢秋老虎哇，真的还是有点闷热，因为这边是一个海拔蛮低的露营区。然后这次呢是春天来，其实是蛮凉爽的，然后晚上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凉意。对，那整体来说的话，我觉得文生之来它就是一个交通很近，然后很方便，路况很好走，
然后再来的话，卫浴很干净的露营区，森林系，尤其是你不需要开很久的车，然后就可以有这样子美丽的森林。但是当然，它也会随着你的就是到访的季节啦，然后天气啦等等，还有你定的区域，对，就是可能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。那不过因为我上一次呢跟这一次都是在树林下，我觉得是舒服的，然后很漂亮的一个地方，跟大家做分享。然后来到这里的话呢，其实大概主要注意的事项啦，因为像营主他们也有在那个卫浴的地方，就是有做小黑蚊的公告，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应该是会有小黑蚊的。那所以呢，可能在接下来的季节，如果你们到访的话，就要特别的注意小黑蚊的这个现象咯。然后其他的我觉得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卫浴很干净，然后还有贩卖机，这边也可以买木头。那同时呢，就是也有饮水机，其实是一个还蛮方便的露营区。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好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上我追踪人家的移动城堡，跟我们的 Instagram 就可以找更多即时吃喝玩乐学习看影片的同时，不要忘了帮我热推哦。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，拜拜。